一切言语，无非佛法。若能无其所言，即今日言是道；若能有其所言，即终日默而非道。是故如来言不成默，默不成言，言不离默。悟此言默者，皆在三位。若知时而言，言亦解脱；若不知时而默，默亦系缚。是故言若离相，言亦名解脱；默若找相，默即是系缚。夫文字者，本性解脱。文字不能救系缚，即缚自本来未救文字。法无高下，若见高下，非法也。非法为法，是法为人法者。人成其法者，即得度于非法，则是法也。一切的言语都是佛法。如果能够心无所住而言，则整日说话都合乎天道；如果心有妄想，即使整天沉默，也不在道中。所以佛陀教导言语不胜于静默，静默也不胜于言语，言语也不离开静默。领悟了言语和静默的人，都处于镇定的状态。悟道的人说话，言语都是解脱的；未悟道的人虽然保持沉默、静默，都是系缚。所以言语如果离相，言语就是解脱；沉默如果找相，沉默就是系缚。文字的本质是帮助人解脱的。文字不能系缚人，系缚是由自心而来，不是文字的问题。万法没有高下优劣，如果见到高下优劣，就不是正确的方法。如果把不正确的方法当作传法，乘用传法渡河，可以透过传法的渡彼岸解脱，则非法就是正法。若是俗言，即有男女贵贱；以道言之，即无男女贵贱。是以天女悟道，不辨女行，车逆解真，逆一见称乎？此盖非男女贵贱，皆由一相也。天女于12年中，求女相了不可得，即之于12年中，求男相亦不可得。12年者，即12入世也。就世俗来说，有男女、贵贱等等分别；以道来说，没有男女、贵贱等等差异。所以天女悟道后，还是不变化女性的外形，车逆正道后，也不需要改变贫贱的出身。开悟无关于男女贵贱，这些分别相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。天女在12年中求脱离女相不可得，所以知道12年中求男相也不可得。12年就是12入，内6根外6尘。离心无佛，离佛无心，亦如离水无冰，亦如离冰无水。凡言离心者，非是远离于心，但使不着心相。经云：不见相，名为见佛，即是离心相也。离佛无心者，言佛从心出，心能生佛。然佛从心生，而心未常生于佛，亦如鱼生于水，水不生于鱼。欲观鱼者，未见鱼，而先见水；欲观佛者，未见佛，而先见心。即知以见鱼者，望于水；以见佛者，望于心。若不望于心，尚为心所惑；若不望于水，尚被水所迷。离开自心没有佛，离开自佛没有心，也像是离开水没有冰，离开冰没有水。所谓的离心，不是远离于心，而是指不着于心相。经典说，不见相，名为见佛，即是离心相。离佛无心，指佛由心出，心能生佛。佛由心生，但是心不是由佛所生，好像鱼由水而生，但是水不是由鱼而生。要观赏鱼，还没见到鱼，就先见到水。想要看到佛，还没见佛，就先见到心。既然见到了鱼，就忘了水的存在；已经见到佛的人，就忘了心的存在。如果不忘于心，就被心所惑；如果不忘于水，就被水所迷。众生与菩提，亦如冰之于水。为三毒所烧，即名为众生；为三解脱所净，即名菩提。为三冬所冻，即名为冰；为三夏所消，即名为水。若舍却冰，即无别水；若弃却众生，则无别菩提。明知冰性即是水性，水性即是冰性。众生性者，即菩提性也。众生与菩提同一性，亦如乌头与父子共根耳，但时节不同，迷意尽故，有众生、菩提二名矣。
是以蛇化为龙，不改其灵；凡变为圣，不改其面。但知心者至内，照生者界外。众生与菩提好像冰和水的概念，被贪嗔痴系缚，就称为众生；被空无相无愿所净化，就称为菩提。被冬天冷冻，就称为冰；被夏天消融，就叫做水。如果舍弃冰，就没有水；如果舍弃众生，就没有菩提。众所皆知，冰性就是水性，水性就是冰性；众生性就是菩提性。众生和菩提同一性，也好比鸟头和父子是同根，差别是不同的时节生出。人也是由于迷惑而出现差异，才有众生、菩提二个名称。所以蛇变化成龙不改变鳞片，凡人变为圣者不改变其面貌，但是圣者之道内在由智慧关照本心，外在由戒律约束报身。真众生度佛，佛度众生，是名平等。众生度佛者，烦恼生误解；佛度众生者，误解灭烦恼。是知非无烦恼，非无误解；是知非烦恼无以生误解，非误解无以灭烦恼。若迷时佛度众生，若悟时众生度佛。何以故？佛不自成，皆由众生度故。真实的理解了众生度佛，佛度众生，称为平等。众生度佛指的是烦恼生误解，佛度众生指的是误解灭烦恼。所以知道不是没有烦恼，不是没有误解，没有烦恼不能生误解，没有误解不能灭烦恼。如果迷惑时佛度众生，如果开悟时众生度佛。为什么呢？佛不是天生自己成就，而是由众生度化出来的。诸佛以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，无明贪爱皆是众生别名也。众生与无明，亦如左掌与右掌，更无别也。迷时在此岸，悟时在彼岸。若知心空不见相，则离迷悟；既离迷悟，亦无彼岸。如来不在此岸，亦不在彼岸，不在中流。中流者，小乘人也；此岸者，凡夫也；彼岸菩提也。诸佛以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，无明贪爱都是众生的别名。众生和无明好像左掌与右掌，没有其他的差别。迷惑时在此岸，开悟时在彼岸。如果心空不见相，就离开迷悟的分别；既然离开迷悟分别，也就没有彼岸。佛陀不在此岸，也不在彼岸，也不在中间。中间指的是小乘人，此岸指的是凡夫，彼岸指的是成佛解脱。佛有三身者，化身、报身、法身。化身亦云音身。若众生常作善时即化身，现修智慧时即报身，现觉无为即法身。常现飞腾十方随宜救济者，化身佛也。若断惑即是雪山成道，报身佛也。无言无说，无作无得，湛然常住，法身佛也。佛有三身，化身、报身、法身。化身又叫做因化身。如果众生常常行善，就是佛陀化身；修智慧时是报身，觉悟无为是法身。常常飞腾各地随机救济度化，是化身佛。断尽迷惑好比雪山成道，是报身佛。无言无说，无作无得，湛然常住，是法身佛。若论至理一佛尚无，何得有三？此谓三身者，但具人智也。人有上中下说，下智之人望心福利也，望见化身佛；中智之人望断烦恼，望见报身佛；上智之人望证菩提，望见法身佛；上智之人内照圆寂，明心即佛，不待心而得佛智，知三身与万法皆不可取不可说，此即解脱心，成于大道。经云：佛不说法，不度众生，不证菩提。此之谓矣。若依最上乘理论是一个佛都没有的，怎么会有三个佛身呢？所谓的三身，是根据人的智慧程度来说的。人有上中下等的智慧，下智的人一昧妄求福报，望见化身佛；中智的人妄想断除烦恼，望见报身佛；上智的人妄想证菩提，望见法身佛。上智的知人内照圆寂，明白即心即佛的道理，不需刻意用心而得佛智，
知道三生和万法皆不可取不可说，这就是解脱心，成就大道。经典说，佛不说法，不度众生，不证菩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众生造业，业不造众生。今世造业，后世受报，无有脱时。唯有智人，于此生中不造诸业，故不受报。经云：诸业不造，自然得道。岂虚言哉？人能造业，业不能造人；人若造业，业与人俱生；人若不造业，业与人俱灭。是知业由人造，人由业生。人若不造业，即业无由生人也。众生造业，业不造众生。今世造业，后世受报，没有解脱的时刻。只有最上等人，在此生中不造诸业，故不受报。经典说，诸业不造，自然得道。岂是空言呢？人能造业，业不造人；人若造业，业力便随人俱生；人不造业，业力随着人俱灭。所以知道业由人造，人由业成。人若不造业，即业无由生人也。亦如人能弘道，道不能弘人。今之凡夫，往往造业，妄说无报，岂不苦哉？若以至少而立前心，造后心报，何有脱时？若前心不造，即后心无报，复安望见业报？也好像人能弘道，道不能弘人。今日的众生凡夫，往往造业，妄言说没有报应，这个受报不是更痛苦吗？如果以为业少而心中起心动念，造作后续的业报，何时才能解脱呢？如果前心不造作，则后心无业报，哪里会望见业报呢？经云：虽信有佛，言佛苦行，是名邪见。虽信有佛，言佛有金枪马麦之报，是名信不具足，是名一阐提。解圣法名为圣人，解凡法者名为凡夫。但能舍凡法就圣法，即凡夫成圣人矣。世间愚人，但欲远求圣人，不信慧解之心为圣人也。经典说，虽然相信有佛，但是认为成佛要透过苦行，是不正确的观念。虽然相信有佛，但认为成佛有被木枪刺和吃马麦的报应，是信心不具足，是没有善根的人。解悟圣法称为圣人，解悟凡法称为凡夫。能够舍弃凡法而成就圣法，则凡夫成圣人。世间愚昧的人，一昧向外追求圣人，不相信自己本有慧解之心已是圣人。经云：无智人中，莫说此经。经云：心也法也，无智之人，不信此心。解法成于圣人，但欲远外求学，爱慕空中佛像光明相色等事，皆堕邪见，失心狂乱。经云：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84000法门，尽由一心而起。若心相内尽，犹如虚空，即出离身心内，84000烦恼为病本也。经典说，没有智慧的人，不要对他解说这部经。经典说，心就是万法，没有智慧的人，不相信自己的心可解悟万法，成为圣人，只想要向外求师拜学，爱慕佛像发出光明相色等等现象，产生不正确的观念，丧失心智而狂乱。经典说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84000法门，尽由一心而起。若心相内尽，犹如虚空，即出离身心内，84000烦恼病患的根源。凡夫当生忧死，保龄愁积，皆名大祸。所以圣人不谋其前，不虑其后，无恋当今，念念归道。若未悟此大理者，急须早求人天之善，无令两失。众生凡夫活着就忧愁死亡，吃饱就烦恼挨饿，这些都叫做大困惑。所以圣人不回想以前的事，不忧虑未来的事，不留恋现在的事，念念都符合天道。如果未领悟这个重要道理的人，应该马上行善积德，求取生人天之善业，以免在轮回中连投生人界或天界的资格都没有。业作记云：一根端坐结跏叠，疑神即照泯同虚。况劫由来不生灭，何须生灭灭无余？一切诸法皆如幻，
本性自空纳用除。若是心性非形象，湛然不动自真如。二根凝神转明净，不起意想同真性。森罗万象并归空，更只有空还是病。诸法本自非空有，凡夫妄想论邪正。若能博尔其居怀，谁道即凡非是圣？三根心境等虚空，遍满十方无不通。山河石壁无能障，恒沙世界在其中。世界本性真如性，亦无无性即含容。非但诸佛能如此，有情之类并皆同。四根无灭亦无生，量与虚空法界平。无去无来无起灭，非有非无非暗明。不起诸见如来见，无名可名真佛名。唯有悟者应能是，为会众生犹若盲。五根般若照无边，不起一念力3000。欲见真如平等性，圣悟身心即目前。妙理玄奥非心测，不用寻逐令疲极。若能无念即真求，更若有求还不是。